美国一开始川普总统给予他们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强，可是是口头上，可是军事行动有没有动？没有动。到了1月8号，事情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时候，这个教士政府他们就开始要断网。一断网之前，川普就说：“你们如果要开杀戒的话，我就要派军队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才派这个林肯号，往这个中东方面去。可是呢，没有多久，川普就说了一句话：“教士政权打电话来了。”这个我当时觉得就是一个给自己下台阶的。持续的要来关心到中东情势，伊朗这一次祭出了各种的武器，不管是无人机跟电站来封口美国。那另外一方面，包括了美国的新链现在也被打瘫。但是至今大家关心的就是美国的林肯号到底到达伊朗附近了没有？到现在其实美国都还没有出手。难道美国这一次针对伊朗会选择放生吗？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今天特别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首先看到的是伊朗现在内部的示威持续，大家也在看说美国会不会来救他们呢？美国是不是决定不救伊朗了？因为到现在仍然是看不到林肯号航母到达当地，而伊朗现在内部靠着各种的断网，还有电站系统跟无人机，让这个外面的世界完全看不太到内部的状况，代表现在科技已经站在伊朗的这一边，来对这些示威者进行镇压了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这一次到底会不会出手呢？如果美国真的不出手，会不会等于就是让哈米尼的家族政权持续的续命呢？这个神权体制有没有可能再统治伊朗20年？如果美国不出手的话，对于整体中东的情势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大家又如何看美国在中东的政权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是最新消息，来自于英国媒体针对于伊朗内部示威暴动所造成的冲击的最新数字统计。他说，对这一场全国性的血腥镇压，死亡人数已经高达了1.6万人，是伊朗见证47年来最残酷的一次国内的清洗行动。而大家在关心的是林肯号到底要不要来救伊朗呢？目前根据了解，原本是停在南海的这个林肯号航母的打击群是已经正式通过马六甲了，现在预估已经转向印度洋，最快可以在3到4天之内就能够逼近波斯湾了。不过呢，在林肯号要航向这个伊朗附近的时候，美国华盛顿邮报在这个时候特别开酸了。他说，川普在这一次的伊朗的危机当中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美国军力的极限。就算他说呢，美国开上了这个林肯号到当地，根本不足以压制伊朗。他如果一旦做这种全面的报复行动，更不要说包括了以色列跟阿拉伯的盟友也都要川普不要去打这一场仗。所以呢，现在伊朗内部就开始怀疑美国会不会就只是光说不做呢？引爆了伊朗示威者对于美国的全面不信任。而真实案例我们也要来看到，是川普先前不是说了吗？针对这些示威者，美国会来营救他们。结果我们看到内部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几天发生。38岁的这个伊朗示威者，他叫做希尔扎德，他是一名父亲哦。那原本他亲自参与这场抗议，就是认为说背后会有美国的箱艇。在这场示威活动中，他看到他的同伴一个个的倒下。当时伊朗的安全部队在向他开枪的时候，他甚至还相信美国很快就会到达，没有想到他最后身亡了，也没有等到美军的援助，留下了一名12岁的儿子，发生了这样悲惨的故事。其实在伊朗有非常多的个案，我们没办法一一的报道。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就是林肯号迟还没有开向伊朗周边，已经重挫伊朗人民对于美国的信任了吗？所谓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还剩下多少真实的威慑力？大使怎么看？对，其实这一次整个的这个暴动啊，伊朗政府多次对外说，他说这个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在外部策动，内部的反对派啊，那么里应外合的一次活动啊。那这个东西当然美国不会承认啊。不过川普讲的这个中间啊，大概是个今年初开始，去年底开始啊，慢慢爆发的。其实爆发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因为伊朗的这个物价、通膨跟它的汇率啊，三者都变得非常的好糟糕，那让伊朗老百姓这个生活上感觉到大不如前啊，前景也不好。所以呢，开始是从
伊朗德黑兰的大市场大巴扎开始了。那个有几个商家开了贴了标语，然后这些一开始就从这里开始，那结束也在这里结束。因为最近有一个大陆的一个在这个伊朗的一个做学问的一个学者，他最近刚回到大陆，有人访问他那个情况，其实他的感觉是伊朗从头到尾没有失控，没有失控。可是他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德黑兰地区，然后有的时候有高有低，可是以他在伊朗见到的这种群众运动来讲，规模是中等的啊。那问题就是说，伊朗这个这一次呢，不是只有在德黑兰有这个抗议事件，伊朗30几个省一半的省份通通动起来了。那这个动起来就变成有人说，就是说这可能是有组织性的，有组织性，尤其。你知道伊朗这个靠近库德族的地区，有库德族的分离主义运动，长期跟伊朗中央政府在做对立的。那另外还有就贝鲁兹的部分，也是有贝鲁兹分离主义，那长期在跟这个伊朗中央政府作对的。那当然这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有组织、有目标的一种反抗中央政府的作为，当然动乱会比较大。那所以大概差不多有30几个省中有一半。通通有这个所谓的示威抗议事件，那可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就还有一半没有事啊。对，伊朗是有120万平方公里、9000万人的国家，所以这次事件的话，就是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是它并没有燎原。那这个过程中呢，美国一开始川普总统给予他们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强的，可是是口头上的。对，可是军事行动有没有动？没有动。为什么呢？因为12月底、1月初的时候，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川普那个喊话，西方社会对于伊朗内部的反话，对于他们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包括在那个美国已经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巴勒维总统的儿子、巴勒维国王的儿子巴勒维2世，也开始积极喊话，说你们必须不要放下武器，你们要继续这样子你们才可以达到你们目的，不断的喊话。那西方媒体也帮他们一起造势啊。那可是呢，到了1月8号，这个事情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时候，这个教士政府他们就开始要断网。一断网之前，川普就说：“你们如果要开杀戒的话，我就要派军队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才派这个林肯号往这个中东方面去。可是呢，没有多久，川普就说了一句话，川普说。他们打电话给我们了，意思就是说教士政权打电话来了。这个我当时觉得就是一个给自己下台阶的，也就是说情势现在控制了。那些在内部再怎么样，在街头上抗争的人，你们不要怕啊，他们政府已经跟我们美国人直接在讲了。那一方面也是给予这些在街头上抗争的一种精神上鼓励，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也是找一个台阶下，并不是说我没有行动。我们。支持你们，让你们在街头抗争，结果你们现在可能会被歼灭的时候，他总是要有一些说法嘛。那个说法就是说，我们已经怎么样，跟你们的政府联系上。那可是这个事情1月8号以后，这个伊朗政府就革命卫队上街头，大肆捕人呐，而且那个时候死伤有人说2000，有人说4000。BBC 讲的最多 ，BBC 当时讲2000人，可是美国有人权团体说大概500多一点人。那到底多少的话不知道。可是呢，川普呢就警告说，你们不能抓到枪毙的人。可是呢，到了大概十几号的时候呢，12号吧，川普又对外说，我告诉各位大家放心，这个伊朗政府已经同意不把抓到那个800个抗议者杀掉，不杀他们了。所以川普从头到尾就说，既然如此，我就没有必要用兵了，所以就到此结束了。所以你说，如果说你今天你是跟美国跟以色列政府讲好说，我们这个时候起义举事，然后我们把这个现在的这个教士政府政权把它推翻，那你们到是时候你们来帮助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等到的话，请问你如果是参加这一次这个动乱的，对这些组织，或者你会不会对美国、对以色列，如果说他们就跟这个伊朗政府讲的是他们这2个国家在幕后策动，你会不会产生很大的一种挫折跟一种失望？对，好。
现在目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川普他目前都只限于口头，没有任何军事上面的行动。刚刚大使帮我们回顾了整个时间轴，所以导致了伊朗内部人民是对于川普有极度的一个不信任。那另外一方面，在伊朗内部则是持续的扩大在军事上面对于自己境内的一些限制，尤其现在断的就是网络。他们全国境内9000万人的网络现在政府是直接从8号开始直接打断，顺便呢，大家非常看好的就是美国星链神话也直接被打破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在1月8号那一天，伊朗它封锁它的网络30分钟内，竟然网络流量直接暴跌98.5%，等于是直接全国断网了，并且出动的是这个军规级的手段来干扰美国的星链卫星。CNN 说了，星链已经成为伊朗当局的封锁重点的目标，靠的是什么？来看到 CG 上。伊朗它动用了哪一些国家级的电站3连杀？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射频再加上 GPS 的干扰，直接削弱了低轨卫星的连线，让这个讯号就变得非常的断断续续的。再来就是因为呢，星链它的经济门槛很高，过去2年之内，虽然说已经送了5到10台的星链设备到伊朗，但是对于9000万人口的伊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太少了，杯水车薪啊。最后是伊朗它无人机可以去猎杀这些星链系统，因为星链设置的地方太明显了，不管是在屋顶或空旷处，伊朗政府是直接派出无人机来做巡逻，就把这些星链给这个巡逻抓到所以这个路透社也引述了这个使用者证实说，星链只能在部分地区勉强的使用，而且呢连线是很不稳定的。干哥又怎么看这一次伊朗全面断网，加上干扰卫星、出动无人机猎杀等等电站资讯封锁，对于这一次来说，是伊朗政府能够镇压民众的一个重要配备吗？伊朗已经要动用所有的手段要把星链 Starlink 给摧毁掉。就是要让人民没有办法把画面传到外面去。其实老实讲一句，现在你们所看到的一些断断续续的画面都很珍贵。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走了几百公里才找得到可以让星链接收得到的那个地方去。为什么？因为刚刚主持人也讲了，老实讲一句，其实伊朗国内很少这样子的接收器，其实估计至少要10万台，你大概才没有办法封锁。那伊朗是动用了国家级的干扰，它这方面，除了射频加 GPS 干扰，大家就想说，其实星链靠的就是什么 GPS 所以马斯克他其实老实讲一句，你说他近地卫星有2000多颗，照理讲很难被干扰。可是今天如果说你要动用到国家级的机器的话，它还是可以把它大部分90%以上屏蔽掉。这就是现在伊朗人民没有办法被外界所得知实际上的状况，是最大的困境所在。然后再加上你知道，你这个 Starlink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卫星讯号你都必须是露天的，你必须架设在屋顶上，或者必须架设在空旷的地方，那很容易，伊朗政府不是派卫队去消灭它，是派无人机去打掉它。你听起来就觉得说，技术蛮先进的竟然可以用这种方式，用无人机来锁定阳台上的 Starlink 的接收器，这太厉害了。我可以告诉各位，这是中国提出的技术支援，也就是说，这些资源都是来自中国技术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非常先进，但是这应该要讲成这是军规的，这是军用的。无人机的干扰技术以及无人机的打击技术，这都源自于中国。所以说，伊朗政府为什么能有效的在几个钟头之内，它就让星链传不出去这些讯号，就代表说它真的非常厉害。不过我要讲悲惨的一点就是说，其实伊朗现在国内目前的情况真的非常严峻。我只讲一个数据就好了。2022年大家知道艾哈米就是那一位进了警察局就再也没有出来的女学生，是22岁的女学生。她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她死掉的人就有500人，被关押的人有2万人，到现在这2万人没有放出来。我想你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不管川普你到底是口惠而实不至，你至少要去面对伊朗的确在用神权政治
神权政权在对付自己的人民，这到底是对的吗？我想海峡两岸的朋友们都应该多关注这件事情吧。好，陈杰干哥刚刚帮我们提到，美国在关键时刻只说不动哦，那么代表说接下来的哈米尼家族的政权会持续的续命吗？有没有可能再执政个20年？上志哥怎么看？这次美国到底为什么不出手啊？最后其实就美国如果出手，真的能赢吗？真的能吗？那么动手真的有用吗？其实当然很多疑虑。其实大家不是说美国军力问题哦。伊朗是一个拥有核武、有8000万人的国家，它不是叙利亚2000万小猫咪啊。可是，所以一旦如果伊朗真的政权垮台乱了的话，到最后关头，核武这些东西的技术是会流到恐怖分子。所以这次我们在思考这些政治跟军力的计算里头，其实还要思考这些像核武生成的问题哦。所以伊朗到底能不能乱？而且要知道，其实伊朗长久以来就是它是不是外力能够轻易摧折把它打破的？因为它跟所有的政治不一样。第一个，它是穆斯林；第二个，它在伊朗的政权里头，它所谓的这种类似由宗教维系着政治。政治的核心不是我们的民主政治或者什么选民投票、民众投票，它是宗教的信仰作为核心，它是一个大家长制。整个伊朗8000万人，你最后看这个国家哈米尼，它其实是一个难以想象，自古以来的大家长制，到现在都没有断绝的一个独特的政治体制，所以不是我们现在在估算这种西方喊话能够做的。所以，而且要知道政权的垮台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微妙的。大家以为就打没有，其实我觉得海明威有一句话在这次 BBC 的评论里头有提到，它叫做一开始是渐进的，然后要有个突发的东西。这是什么概念？其实我们在中东，在很多的政权的体制当中，它最后能够推翻政权，首先第一名能够成功的是叫做军事政变，第二个部分就是全面内战。通常要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他的政权才会真的推翻。所以，但是你看这一次的抗争，虽然没有说很声势浩大，但是是商人、学生、基层来说，他们是为饥饿而战。他们不是真正的要推翻政治，而且这里头最大关键，我认为是什么？部队还是效忠的，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关键。而且抗争后续无力，他跟先军，因为你要在联合国制裁2015年到现在，哈米尼他们上层社会政权都还有钱东西吃，真正没有能力持续的就是基层啊。所以这跟其他的民主社会的抗争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几个关键因素看得出来，美国最后评估不会轻易打的原因是这些原因。观众朋友，今天特别要来关心到中东的情势，尤其现在战事绝对是一触即发的。中国大陆这一回有祭出了它的红旗，在伊朗会现身吗？另外，美国的 B-52则是路被封死了，再加上美国它要出动它的航母前往中东地区，中东战火现在在看谁会开启第一枪。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送进伊朗的除了有红旗，来自于大陆的红旗飞弹之外，还有米格29。那么以色列的战机的部分也是随时做待命了，可能随时都会开火。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接近中午，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来自于北韩的放话，如果伊朗遭到袭击，将会派兵参战。那纳坦雅胡耶反呛伊朗说，如果你敢错的话，我不排除针对平壤进行攻击。这一套我们今天会来关注的是来自于中伊朝的防空空战加援兵组合，真的能够挡住以色列吗？接下来关心到的是另外2个国家。包括了中国大陆跟印尼，现在挡住了在南海跟马六甲这边的军事航线，是告诉美国说，你的 B-2 轰炸机如果敢来打伊朗，我就让你不好过吗？第3点，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的航母，刚刚说了往伊朗的方向前进，还有它的其他武器也都准备到位了，打击清单都列好了，川普什么时候可能进行攻击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讨论。好，先来关心到的是最新消息，现在尤其在空中很紧张，以色列的战机在北部的空域被发现到密集的升空做巡航，进入随时都会可能开火的一个实战了。伊朗方面刚刚说的，出动了米格29战机，双方现在呢在空中对峙，火药味非常的浓厚。而此刻大陆则是派了运输机前往伊朗，疑似好像是里面放的是红旗系列的导弹，这个战力到底对于以色列来说会有多大的威胁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包括了中国跟印尼现在也联手封住了这边的地区，行经马六甲、南海前往中东的路线，试图封锁美军的 B-52
轰炸机经过这个地方。印尼现在最新规划还会再采购40架的巴基斯坦制的这个是雷电的一个战斗机，加强它在空中领域的一个防空系统。那么伊朗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紧张，最新消息，它已经暂时关闭所有的领空了，大量的民航机也因此被迫改道，而过去统计只有少数，也就是2班的航班仍然获准经过在伊朗的上空。伊朗也最新授权了他们的部门说，如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看到没有识别的飞机，一律会视为敌机，是可以立刻对这一些飞机开火的。刚刚提到的北韩也最新消息传出来，是 X 博主说的。金正恩已经警告美国了，停止打击伊朗。如果说我发现伊朗遭到袭击的话，我们北韩会派朝鲜人民军来参战。纳坦雅胡当然很火大了，他也直接怒呛金正恩：如果你真的北韩敢派兵，以色列也会派我们的空军部队针对平壤进行报复性的攻击。而最新消息包括了中国大陆的外长跟伊朗的外长已经见面，并且已经通话了。那么伊朗的外长是说呢，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做帮忙。王毅则是态度比较平稳，他只说希望各方能够保持克制哦。那么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刚刚讲的伊朗的，不管是他收到的红旗或者是米格29，真能挡住美国跟以色列的军队吗？中国现在到底态度是什么？红旗飞弹都已经进入到伊朗了，这个态度上还是这么的平稳，只是劝和而已吗？还是在跟美国在中东地区已经摊牌了？我们今天也会关心到中国大陆跟印尼的角色，挡住了 B52去中东的去路，是在跟美国做警告吗？李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先从国际关系来看的话，你知道伊朗是中国原油最大的输出国，所以中国绝对不会坐视它的原油路线的生命线受到影响、受到干扰。你说其他以前中美之间，如果说是因为贸易战啊，彼此之间在黄豆啊或者方面，或许中国还可以接受。但如果说动到原油来讲的话，中国甚至于天然气，我觉得中国绝对不会这个坐视不管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中国也有这个实力。所以看到这个伊朗的外长已经跟这个王毅已经通了电话，等于说王毅也出口，他虽然讲这些话，但是也是力挺伊朗的意思，态度摆得很明显，甚至于放话出来，如果说你美军想要用 B5色轰炸机飞越过马六甲海峡，那我在这边也可以跟印尼来讲做一个联合的阻击。那如果这局没有控制好的话，如果万一失控，就会变成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即将爆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美国并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那川普只是凭他一时之间一个脑门的一个热，作战绝对不是作战没错，政治是指导军事，可是你政治也必须要军事的支持才能够获取战场的胜利。如果说军事的力量没有办法支持你政治上的决定，你这场仗只是乱讲而已，川普只是乱讲。那现在军事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你作战之前有没有做好作战准备任何一场战争，这个你要发动战争之前，都是要用狮子搏兔的力量来完成所有作战准备。我们看到美国对委内瑞拉那时候动用了这个一艘福特级的航空母舰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还有数百，当天发动攻击的时候有动用了数百架的战机，包括到B2 轰炸机，包括到这个 F-22、F-35，还有很多的直升机甚至于上万名的陆战队的士兵都在待命。那也不过就是一个捕捉一个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那其实在之前，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波湾战争。那次的战争，美国从战备集运开始，总共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在做战备集运。当部队运到齐以后，发动战争到结束战争，总共100个小时就结束战争。所以战前的准备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再看这个俄乌战争里面，俄罗斯刚开始，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大概也是从头到尾开始有这个讯息到真的发动攻势，可能中间也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做所有作战准备。那这是我们看到美国对于要发动伊朗的攻势完全没有任何的战争准备，甚至于到现在林肯号还远在这个南海地区还没有过去，甚至于说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过去。所以我认为美国并没有真的要做好作战准备。或许川普有这种念头跟想法，可是军事上面没办法支持他发动这场攻势。第二个，我们讲说北韩这个，我觉得金正恩纯粹就是在蹭热度而已，真的这场在蹭热度。第一个就是说，
伊朗缺的不是陆军部队，北韩强的是陆军，他可以去支援这个俄罗斯打库斯克尔战役，因为他要的是陆军嘛。那其实伊朗来讲，自己本身不缺陆军哈，那你北韩你强的就是陆军，那伊朗缺的是空军制空的能力，那你北韩并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金正恩这是纯粹就是在趁热度而已，他不需要你的陆军来支援来帮忙，他们自己本身的革命卫队其实战力已经够强了，那美军来讲也不太可能投入地面部队。那第二个，我觉得纳坦雅胡也是在打高空哦，这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以色列空军是很强，没错，但你空军再怎么飞，你要有基地，你才能够飞进北韩去轰炸。如果你没有基地，你怎么进北韩？试想一下，如果说以色列的空军真的借到日本的空军基地愿意借给他，然后这个先不讲国际的这种博弈的关系如果说真的停在日本机场来讲的话，那你想想看，北韩会不会对日本动手？北韩这个导弹，它导弹打不到你美国，打不到你以色列，但是它打日本是绰绰有余。如果说你真的日本敢提供基地或甚至于南韩敢提供基地给以色列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北韩一定会动手嘛。所以我觉得纳坦雅胡讲这种话，说要派飞机去轰炸平壤，我觉得只是一个这种空话而已啦，这个根本不切实际。所以这两个人这个不管纳坦雅胡或觉得金正恩都是金正恩是完全是在趁热度趁这一波的热度，表示他在国际之间博取一个话语权而已。那纳坦雅胡讲的只是空话，我不认为这些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倒是后续来讲，我觉得这个目前伊朗来讲它暴动的局势好像渐渐已经压下去了。那现在来讲，它领空也逐渐开放，可见呢在中东这边局势慢慢已经开始缓和了。好，那如果我们就军事面单讲武器的话，也特别请教张将军，有关于空中，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是说红旗要送进去嘛，那伊朗还会再派米格29，能够挡住美以的军队吗？我认为要把这个红旗9B把它送到伊朗去我认为还要挑战，还有2个挑战。第一个，训练够不够？不是一过去，你这样子人就会操作，就会使用整个系统，包含指挥、管制、共同作战图像，你有没有建制？那这都要经过训练。那你要送过去，最近要先过去，你能不能产生即战力？那这是个问题不是马上就能够上手的。那所以我来看这个红旗9B，可能中国大陆给伊朗的应该是新型的，那个射程可以打400公里，就跟我们所讲的，就跟俄罗斯提供给伊朗的。但是因为俄乌战争，所以现在俄罗斯没有办法提供给伊朗，那就变成中国大陆来取代用红旗9B，不然俄罗斯提供到 S400就好了。那伊朗以前也有 S300那 S300换装到 S400，那是驾轻就熟，顺水嘛。但是拿中国的红旗9B就不一样了，另外一种系统，你还包括语言的隔阂、人员的训练，这方面都是问题。还有第二个，电战。我们知道以色列也好，或者是美国要对伊朗动武的话，先电磁制压。那你在这个高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这种电磁制压，伊朗有多少的武器还有能够发挥它的性能，发挥它的反击的力道？那又成问题了。所以这2个，我认为就被伊朗就卡关了。训练跟制电职权，如果是掌握在以色列跟美国手上，那它能够发挥多少的威力？而且又是训练个半生不熟。对，那你这换句话说，所能够产生的防空拦截，我们叫防拦的效果就相对有限。那现在中国大陆联手印尼来卡这个 B52战略轰炸机，B52战略轰炸机如果不空中加油，它可以飞将近16000公里。作战半径是7000公里，是这样。但是今天好，它是2手到马六甲，不要走马六甲海峡，它从南印尼航路，就是我们讲赤道以南，就被南半球了，贴到印尼的南边飞过去，飞到我们也不要进入这个阿达曼海峡，那直接从印尼南边进入印度洋。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在印尼跟澳洲中间，那只是绕一个大圈圈而已。这是第一个就解决了。然后为什么呢？因为 B52可以空中加油，只要有KC-135在旁边陪到了，那空中加油就好了，它是可以长边一直直接飞行，而且它的正副驾驶后面还有一个备用驾驶，跟彼此互换所以人员不是问题。那个空中加油让航程也不是问题，这是美国可以克服的手段。美国第2个克服手段呢，它在这个中印度洋有个迪亚哥加西亚，它可以进驻到迪亚哥加西亚。美国的 KC-135、RC-135，还有美国的西摇拐的空中霸王的运输机，还有美国的 B2 幽灵轰炸机，都曾经进入到比亚哥加，先前进到比亚哥加西亚，这第2个解决方案嘛。
我一侵入到地方，从那个地方起飞去轰炸伊朗就可以了，不一定要从亚洲过去。这是第二个解决方案。那第三个解决方案，他不要从亚洲过去，他从欧洲过去。在川普到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啊，他直接从美国本土穿过大西洋，直接进入伊朗上空做威慑，还派2架 B-52过去，做一个战略威慑对伊朗。他从欧洲就过来了嘛。以前美国去轰炸利比亚是这样取到，从大西洋过来 B-52，还有那个BF-111就是这样啊。大家现在很简单，穿越地中海进入，我们知道从南边从叙利亚那段进入到伊朗了。所以它的 B-52可以有3个航线，而且我们只讲 B-52，还没有讲 B-1，还没有讲 B-2A，但还有2个可以用的，我们只讲 B-52，所以美国的筹码还蛮多就有弹性，它可以来运用。就算 B-52不能用 ，B-1B 跟 B-2A， 它还可以弹性来交叉对伊朗的战略施压，或者是战略轰炸。它不是凌空的地毯式的轰炸，它是远距一个空对地的巡弋飞弹去炸伊朗的重要的军事设施或者核提炼厂，是这个样。所以他认为美国可以在这方面的克服。那当然，这个伊朗经过这些方面的。就从去年的6月23号整补到现在啊，是有一段时间有局部的战力，但来看还没有形成总体战力。这个是这个以色列跟美国可以趁这个时候对伊朗下手所要考量的对美以有利的因素。好，我们对美以还有什么有利的因素？等一下我们持续来看。那刚刚整理出来是有关于伊朗的战力，还有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部分的武器的协助之下有的战力。我们来看到美国手上还有哪一些牌？因为呢，川普他要再放话了，他说不排除要做军事行动。CNN 现在引述了多名的军事分析师，认为说美国接下来可能打的军事清单有几个重要的地点，一共是4个地方。第一个是军警指挥控制中心，第二个是有关于伊朗高层他们所住的地方，最后是关键盈利企业跟波斯湾石油跟能源设施。那现在美国在战备上有什么样的准备？我们首先刚刚提到的有关于林肯号航母的打击群，现在说呢已经紧急调往中东了，有没有可能1周内完成部署？现在是知情人士在做讨论的。再来就是战斧巡弋飞弹有可能精准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基地跟它的指挥中心吗？第3个是它的空对地的远距攻击飞弹，可以放在 F-15、F-16啊等等的战机，或者是超级大黄蜂上面来做发射。最新来自于华盛顿核心圈的情资也显示，川普已经准备好，他说对伊朗按下按钮，这个按钮是军事按钮还是在金融上面制裁的按钮还不知道。美国什么时候动手，还在等什么？杨老师怎么看？首先，我认为美国不希望打全面性战争，也不会打地面战争，就不希望另外一个伊拉克战争再出现，或者另外一个美国打的俄乌战争、美伊战争，那会变成一个消耗的无底洞。而且伊朗的混乱不只是会造成伊朗内部的混乱，整个中东地区甚至全球都会有一些恐怖主义或者是难民，会变成全球的这个灾难。那以现在伊朗的情势而言，其实我觉得是在控制中，尤其伊朗政府也暂缓处决他们逮捕的一些抗议分子。那这些人其实在过程当中是采取激烈的手段攻击政府的大楼，可是他停止就是执行，因为法院立即判了死刑，也是一个讯息，停止执行。那我觉得美国这边川普也是第一时间回应，那我们就暂停军事手段，但随时保持它的弹性。可是你看到刚才施明所谈到的，也就是林肯号在南海2个礼拜了，它现在正在开往就是波斯湾，预计最快也要5天以上的这个时间。可是林肯号到那边又表示如何呢？你接下来就可能会采取就是说打击飞弹或者是飞机的这种定点的打击。刚才提到了几个地点，尤其是像是原油设施、核子设施，或者是军事这个设施，或者是城镇或者是这些高阶军官或者是宗教那个最高领袖所住在的地方。那核子设施其实大概打过一遍了，那原油设施打下去，其实也会造成油价的这个影响跟冲击。那军事设施的话呢，其实你如果打了之后，你没有在地面上或者是其他的后续，其实那个成效有限。因此，
它如果不是用全面战争或地面战争，多半都是一种警告性，然后呢，要求伊朗方面可能要对抗议不要采取太过激烈的这种压制手段。那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没有想法要去做一个 regime change，也就是要把这整个神权政府就是哈梅尼政府给拉下台。那因为现在的情势在缓和当中，同时中国大陆也在进行了交涉。对中国大陆而言，中国中亚到中东地区其实是它地缘政治上一定要顾及的所在。不再像是以前比较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呢，往往维持的观望。但这个关注呢，不会是军事的，而是比较是外交层面的。所以外交层面，你看到过去伊朗跟沙特之间的和解建交，都是中国大陆在推动。那这一次呢，可能就是在周边的国家给予伊朗外交上的支持。当然，也同时希望伊朗政府在处理内部的抗议事件的时候，不要过于激烈。内部至于你将来自己如何面对改革，甚至这个最高领袖他已经87岁，健康不好，如何交棒，这是伊朗人自己的问题。但是过程当中，伊朗自己大概也知道，你如果要撑过这一段时间，以避免美国的攻击或者是整个内部抗议持续扩大，你要面对你自己的问题。不过要警惕有一点提醒大家的是，过去以色列他不会放过这个好时机的，所以现在在国际赌盘上已经在开盘，就是1月31号以前，以色列会不会先制攻击伊朗？过去发生过好几次啊。对。然后呢，当以色列攻击的时候，伊朗还击，然后这个事情就变成越来越扩大，然后美国就被进一步的卷进来。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比较川普在放话，当然也有一点在遮掩他在委内瑞拉那种无法无天的行为，也有一点在表现出他美国的军力的强大，他接下来要拿格陵兰，所以伊朗的问题我们要看持续的观察。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外交的这个交涉的这个角色跟成效应该很快就会看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赶紧关心在中东的情势。最新消息，伊朗呛川普说：“你小心了，这个子弹这一次不会飞偏哦。”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则是现在准备出动它的航母，还有驱逐舰要同步进场到伊朗的周边吗？中东战火现在正式的，难道开战进入倒数吗？我们要赶快来看到，因为这是路透社传出来的一个最新消息。1月14号，他说，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在24小时内就会对伊朗来进行军事行动了。川普再补一句，他说已经获得了现在伊朗将会停止杀害示威者的一个保证。所以川普说呢，接下来会不会行动，主要还是要看事态的发展，再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川普一讲完，再加上路透社的报道，我们赶快来看到伊朗立刻发布了这个最新消息，这是他们的国营电视台播出的一个画面，说呢，美国总统川普造势遭遇上次呢暗杀未遂的一个画面，他把它播出来，那么他又特别警告说，这一次子弹是不会飞偏的哦。威胁的意味非常的浓厚。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这一次伊朗的国营电视台等于是直接威胁警告川普了。那川普现在还在说要看看事态的发展，到底他是缩了还是兵不厌诈，有可能让伊朗放下戒心，然后会进行攻击吗？赖老师怎么看？我们用白宫的发言人的说法来说他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那么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就看川普的脑袋在想什么，由他来做决定。他好像故意要弄得说哎呦深不可测，完全在川普的一念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态势。可是如果您根据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它是1月14号的报道，说24小时，现在已经15号了，那也就是说过了那还是没发生。川普为什么会突然间漏了这么一段话，说有利人士？那他的意思是，可是他前一天又说，我们已经中断了跟伊朗的所有的对话管道。他有自己说的那是13号，他在飞机上说，我们已经不跟伊朗有任何谈判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通牒。走到那个抗争场上的这个伊朗的民众兄弟们他讲的是爱国者的伊朗人，那我把它翻译成为兄弟们，挺住、撑住，不要离开你的街头去占领这个伊朗的这个机构，也就是说革命吧、造反吧。
我美国的军队已经正在路上。好，那我们就来看了。结果您知道，人类间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突然间，欧洲、美国的所有的媒体有关于伊朗的抗争的新闻报道跟画面消失了。我连2天一直在搜啊，我上这个美国的直接的网站，不管是 CNN 啊，或者是法国的媒体啊，因为我懂法文，我就那边直接不断的在找啊，找德国的，没有就是原来中央市场供应的同一个画面，为什么我会说同一个画面、同一个影片？说伊朗的有17个省，一半以上的省都爆发了示威抗议活动。是，而且死的人数堆积如山然后到处有抗争。可是您有没有注意到，画面就是那2幅，影片就是那几张，就是那几个影片。这很奇怪，17个省各个地方都发生，怎么会只有那几张画面、那几张照片、那几个影片？这代表什么？有一个中央厨房在供应，满足各媒体，而并不是各媒体的记者到各个城市，到各个省市，甚至在一个城市里面的不同的角度来拍，因为每个用的都同一张画面，这个代表有鬼，有鬼就代表我在欧洲待那么久，在他们的研究单位待那么久，我就知道中央厨房在制造东西供应了。结果他们发现这个认知作战搞大了，好像真的要打起来了。那伊朗政权又推翻不了，因为目前来讲看起来是推翻不了。推翻不了，美国又不愿意派地面部队，陆战队也不派，步兵也不派，那你也没有准备好，你要大规模的进入到伊朗，你想想看，打一个阿富汗13万的军人，打一个阿富汗你都要10几万的军人，你打一个伊朗，你要多少万的军人进来？伊朗有8800多万人了，革命卫队、国民兵、民兵组织、民兵抽调回来等等。这些你要动用多少军人？动用多少军人？你的整个后勤补给，以美国人来讲，后勤先行，军队后上的情形下，你不可能派地面部队，你也不可能斩首行动，因为德黑兰很内陆，你的飞机飞不到，那么你的飞机可能就会被打下来。而且德黑兰跟委内瑞拉不一样啊，委内瑞拉是不敢打美军告诉你说，你如果打我这边，你干掉了。俄罗斯也没有帮这个委内瑞拉真的把 S-300的防空系统建立起来，可是伊朗却有伊朗有防空系统，确实有好，而且可以打。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美军他怕进去以后，如果死伤惨重的话，这个对特朗普来讲，他未来该怎么交代，跟国人怎么交代？所以这些态势已经越来越摆明了，地面部队不敢派。然后你说派轰炸机、战略轰炸机，你战略轰炸机总是要转场嘛？你难道再派一个 B-52的这种隐身的战略轰炸机？那你要炸什么？炸的那些东西就能够让这个伊朗的政权就瓦解了吗？很难吧？我还没听过这种战略。我相信杜黑的这个空权论曾经发生过，那是发生在塞尔维亚，而且炸了几个月，炸了多久的时间才让塞尔维亚的这个政府屈服？但是怎么可能因为伊朗就这样炸了一下以后，他们就屈服说：“哎呀，我投降了，我的政权交出去。”这不可能发生的事，一切都不能发生。那请问一下，你动武的意思是什么？军事行动的意思是什么？军事行动要有一个战略目标，目标是什么？你是要挑起更大的战端。如果伊朗在因为你对我采取军事行动，我挑起以色列跟我的战争，以色列说我这一次我作弊，我坐山观虎斗，我不介入。但是如果伊朗可以主动挑起我伊朗如果炸了我以色列人，我不打不行啊，那就变成宗教战争。一旦成为宗教战争，中东地区陷入混乱，这些都要考虑吧。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什么都没考虑，然后就是川普说我要打，我是觉得虚张声势而已。等到声势虚张完了以后，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说有利人士告诉我，说这个他们已经停止镇压了，所以意思也就是不动了吗？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以目前来讲，川普他本身骑虎难下了。因为如果真的死伤人数到5、6千人的话，你却没有任何出兵，那你当时画的红线就是假的。
是好，难道现在这个包括示威活动，整个来说都是美国方面在自导自演吗？目前我们看起来，确实美方还是以喊话的成分居多。因为川普呢持续的喊话之外，其实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川普他之前在1月12号已经私下的向这些欧洲的盟友索取伊朗境内的潜在打击目标的情报，锁定的不是大家所想的核设施，而是他是想要锁定的是这一次主导镇压杀害示威者的伊朗政府的一个高层。那白宫圈内人士说，到底美国会不会动手呢？现在答案是说，川普对于现在就动武的兴致是低于去年打击伊朗核设施的。他们预估这一次动武的几率就是一半，50%左右而已。我们也来看，除了在政治动机上面来做解读，我们也来看到现在美国在军事上有寄出了哪一些武器。首先是看到的是航母打击群，因为先前一直都没有出现嘛，现在确定的是说，原本在南海巡弋的林肯号会在已经低调的慢慢现在往中东的方向去，那预估可以1周内抵达伊朗的外海。再来就是美军的说呢，1周之内会调派2艘伯克级飞弹驱逐舰也会前往伊朗。另外，位于卡达的这个乌代达空军基地也传出进入了备战的状态。等到林肯号真的抵达了中东之后，美国就有足够的战力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吗？川普接下来会选择这种斩首式的精准打击伊朗高层，还是别的手段？厉将军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我们讲一句话啊，战机稍纵即逝哈。那美军如果要出兵攻打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其实我认为这个战机已经失去了。在上个礼拜或许他还掌握到战机，那时候有2个对这个美军跟以色列如果要趁这个机会攻打伊朗来讲的话，是我觉得实际上面比较好。第一个，我们看到伊朗为头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组织哈，包括到叙利亚，包括到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哈，这些大概一个一个都被美军拔掉了。那美军这时候他外围力量没有，这时候攻打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第二个啊，趁着这个伊朗自己本身因为通膨的问题产生的这种暴动，而且暴动范围好像很大，规模也很大，哈，这是确实是一个动手的一个好时机。那上个礼拜我们听到美军来讲也动用了 KC-136和这种135的加油机，还有他用 C-17运输机运了大量的装备跟武器哈，到达所谓中东地区美军的基地在这边，那感觉上面好像有要攻打伊朗的态势，那甚至于他的三角洲特种部队也进去了。那时候我认为可能采取的是一种所谓的斩首作战，针对的就是这个伊朗的精神领袖哈，这个哈美内伊来实施斩首，或者是针对他的核武的设施哈来实施定点的一个清除。但是我觉得在今天，如果情况已经发展到这时候，我觉得战机已经稍纵即逝了。怎么讲呢？美军我认为最重要，他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我们从2件事情看得出来。你知道，如果说是要大军作战，第一个最重要是战备集运。美军那时候去攻打伊拉克的时候，总共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战备集运，将战备物资部队调动前往这个伊拉克那边去。然后这个美军这一次我们看到他动委内瑞拉，我们看到他除了说福特号的航母之外，还动用了所谓硫磺岛号2栖攻击舰，也大量的 F-22、F-35哈，甚至于 B-2轰炸机，然后甚至15000多名的陆战队士兵，那只为了捕捉委内瑞拉。军事作战一定是一种以狮子搏兔的方式，才能够确保作战胜利。如果你只有50%这个胜利的机会，我觉得这时候如果贸然用兵，那是置之于死地哦。那我们在俄乌战争，俄罗斯当初动手之前，也是在那边做了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哈，做各项的部署以及运输的工作。那这次如果说只是几艘的驱逐舰在里面，你就要对伊朗动手，那跟委内瑞拉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差太多。第二个来讲的话，那你要考虑到这个伊朗自己本身，它有2支的部队，一支是属于它的国防军哈，或许总统还可以掌握到，或许这些国防军的这种宗教意识还没那么强，但不要忽略，它有一支部队叫做革命卫队，那纯粹就是宗教部队。这宗教部队宗教信仰是很强的，而且这支宗教部队它的武装和陆海空导弹部队全部都有。所以如果说他给你来个鱼死网破，他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发动导弹攻击的话，那以色列从上次这个去年6月份那次的导弹袭击，我们看出来，以色列不见得还能够100%拦截得到，他的这种爱国者等等都不见得拦截得到。
第二个，美军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基地，包括你刚刚提到的乌代尔空军基地，这个巴林的它这个舰队的位置，还有很多在叙利亚这些基地，也都在这个伊朗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那这些川普要冒着这个官兵牺牲的这种危机，然后来这个发动这场战争。你要知道，如果万一这个哈美内伊来一个鱼死网破，对美国来讲的话，是讨不到好处的一场战争。好，谢谢厉将军。延续厉将军刚刚帮我们特别提到的有关于美军的这个军事行动，因为现在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说，虽然航母好像要往已经在往这个中东的路上走了，但是现在也在说，就算林肯号就位，美军仍然是有一个致命的现实，他们得要面对的，就是会不会没有足够的攻击跳板呢？包括了《华尔街日报》也这边做了一个揭露，说以沙烏地阿拉伯国家为首的这个波斯湾国家，正是在私下游说川普千万不要对伊朗动武。更关键的是，我们知道沙烏地阿拉伯他的态度一向比较跟美国好，但是他这一次拒绝让美军使用他的境内基地作为跳板。其实沙烏地阿拉伯从二战之后一直是美国在中东最铁的一个盟友之一，这一次他却私下向德黑兰表示说他不会介入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原因就是要回到2023年。当时因为中国大陆北京的斡旋，让沙烏地跟这个宿敌伊朗完成了历史性的破冰和谈，甚至他们还恢复了建交。这也是为何这一次沙烏地他不挺美国去出兵伊朗的重要原因。所以可以说，中国在2年前促使了沙烏地跟伊朗的和解，等于现在是替德黑兰化解了一场战争风险吗？委员又怎么看？委员怎么看？我们先评估一下，如果美国以色列要对伊朗进行战争攻击的时候，它怎么攻击？它一定只有空中攻击，不会有海军，不会有陆军。陆军、海军是不现实的。空中攻击呢，就要有战斗机、导弹跟所谓的轰炸机，尤其轰炸机效率最好，因为伊朗根本就没有防空武力，所以轰炸机是最适合的。那可是问题来了，轰炸机没有办法在航空母舰上起降。只有战斗机可以，那战斗机可会对地攻击，可以，可载弹量很有限，没有办法达成贝鲁特大轰炸那一种轰炸的密度。那现在要轰炸什么？一定是轰炸这些教士集团的首脑，轰炸革命卫队的首脑，轰炸他的导弹弹药库，轰炸他的核设施，一定是轰炸这些地点。但这个地点要的弹药量很多，美国到底够不够？支援乌克兰不少，还剩下多少？它导弹又很贵啊，去打那个什么革命卫队一定不划算，所以最经济有效的就是要轰炸机。那轰炸机航空母舰不能起降，只好在附近找基地。在轰炸南斯拉夫的贝鲁特的时候，不是贝鲁特哈，那个米洛塞维奇的时候啊，那个轰炸因为附近都有机场可以用，所以轰炸机起降就很快，100-200公里，100-200公里，每天起降很快。所以49天啊，把这个塞维亚几乎打烂了啊，所以最后只好投降了。而且这轰炸啊，精密度要尽量不损及民间的生存，那所以它的这个轰炸机的这个要飞得比较低一点哈。那对于这个在伊朗周遭就有困难了，以色列飞到那边1600公里啊，你从那个沙烏地阿拉伯飞到那边也是1000公里啊，那这么远的距离，你该怎么办？再来，如果是沙烏地阿拉伯不提供基地给你这个美军的话，你又该怎么办？对，那你顶多只能从伊拉克起飞去攻击。那伊拉克起飞去攻击，伊拉克的基地又很容易，因为太近了，又很容易被伊朗用导弹给攻击。你怎么去防止？所以只要沙烏地阿拉伯不配合，就会给美军帶來很多很多的困擾。那为什么沙烏地阿拉伯会不配合？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啊，这个协助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和解，这两边的和解是国家对国家的和解，也是教派对教派的和解。因为沙烏地是逊尼派，然后伊朗是什叶派，这两派啊几乎是死敌啊，但是竟然能够在中国的斡旋底下，双方面达成谅解，而且还对标说，过去你对我做什么，我对你做什么，一对出来，都是别人做的，所以就心结就放下来。所以沙烏地阿拉伯不想要再进入跟伊朗的敌对状态，所以他
不愿意配合美国是可以谅解的。那这样一来，美国到哪里去找轰炸机的基地啊？对。那美国现在其实航空母舰也还没集合到那一边，所以对伊朗的攻击还要做一番准备工作才行。